今天这一集的开场有一点不同，因为这个是我搬来新家之后拿的第一台 test unit， 这个就是 Standard Range 的 Tesla Model Y Juniper， 或者说改款版的 Tesla Model Y。那现在是11点20分，我刚刚回到家，整个人非常的累，因为刚刚我去万又有一个聚会，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对这台车子非常有兴趣。我刚才从 Cyberjaya 充到 80% 的时候，系统是显示我可以行驶342公里 OK， 这个是 Standard Range 的。那现在已经11点20分，然后我明天大概可能7、8点钟我要出门。那可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有 landed house， 我现在已经有自己的 wallbox， 有自己的 charger， 白天我又可以用太阳能，所以我需要做什么？我需要做的就是把那个充电桩 plug 进去我的车子里面然后看它需要用多少。反正我明天睡觉醒来，它肯定可以到 100%。注意啊 ，All-wheel drive long range 的 Model Y 是不建议充到 100% 的，除非你要走长途，充完马上用掉它。可是因为这个是 LFP battery， 所以 Tesla 反而鼓励你，或者说建议你每个星期至少要充到 100% 一次。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充电桩 plug 进去我的车子里面，我需要2个小时50分钟，现在是11点23分，所以基本上我睡一觉醒来，它肯定可以充到 100%。所以家里有 AC charger， 就算你是 single phase 的 7.5 kW，基本上可能2个小时变成3个小时、4个小时都好。这个 Standard Range 跟 Long Range 的差别就没有这么明显，因为反正你睡觉醒来，你都是要睡觉的嘛，人总是要睡觉的，车也是可以在你睡觉的时间充满它。那因为这一次的改款版的 Model Y 这个 Long Range 的比 Standard Range 的贵了47,000，所以这也是我这一次要 review 这个车的原因。那明天睡醒之后，我将会跟大家分享它的实际上路驾驶起来的话，它会不会相较于这个 All-wheel drive long range 的会有打折扣，影响动力驾驶方面。所以我现在是11点26分，我要去睡觉了。Alright， 大家早上好，答案揭晓。说今天早上我睡醒的时候，系统显示 100% 可以行驶430公里。我知道账面上是写466 WLTP， 不过 WLTP 也好 EPA 也好，都是 estimated 而已，它只是一个预设而已啦。所以这么巧呢，我充到 100% 可以走430公里。我隔壁那一台 Model 3 Long Range 充到 80%。也是可以走430公里，这个 Standard Range 的是比 Long Range 的便宜了47000块，可是 on paper 它只是少了85个 kilometer 的这个 EV range， 而且你要考量到，因为这个是 CATL 的 LFP 磷酸铁锂电池，所以你是允许充到 100%， 你可以吃到10分饱，但是 NMC 3元锂电池只可以吃到8分饱，这样子的概念。所以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为了多 range， 你知道吗？为了多那个可能80多公里的续航里程，我需不需要给多47,000呀？今天这集的重点就是47,000，值不值得？应不应该花这个钱？我觉得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子住 landed 有 wallbox， 不需要花这个钱，你根本就不需要花这个47,000。但是它不只是续航力跟电池种类的差别，因为它在0到100公里加速也是有分别。因为那个 Long Range 它是双马达，前后都有马达，4轮驱动。Standard Range 呢，它就只有一颗马达在后轴，也就是一个后轮驱动的电动车。0到100是5.9秒，而那个 Long Range All-wheel drive 的呢，0到100是4.8秒，也就是说这个便宜了47,000的，慢了1.1秒。坦白说，这个1.1秒完全感觉不到啦，除非你是每天很激烈的暴力驾驶，不然真的没有差别。打个比方，像我自己的 Model 3，我用了1整年，我都在用这 Chill Mode， 那这个单马达我用这 Normal Mode， 感觉上都已经比我的 Model 3
all-wheel drive 还要来的有力，而且它以前的 Tesla 是它只可以收只可以放，那现在因为像我之前介绍long range 版本的时候，红色那台我有讲过了的，在 Dynamic 这边呢，以前你只可以选择 Chill 跟 Standard， 那现在呢 Tesla 也提供了一个叫 Reduce Mode， 我称之为减少晕车或者说防晕模式，因为在 Reduce Mode 呢，当你松开这个电门踏板的时候，它会继续的让轮子滚动，而不会像之前这样子有一个很 strong 的 regen。Model Y 它也多了 Traction Control， 这个是 Model 3没有的东西。续航力方面你不用担心，因为那个是80。那些我用 Standard Range 的 Model Y， 我从家里充到 100%， 我有430公里，对不对？那如果我用那个 Long Range 的呢，我充到100，应该会比它多一个70公里到80公里左右。那这个多出来的70-80公里就可以让我到了槟城之后，不一定要马上找充电桩。OK， 我还有一点 buffer， 我还可以去耗几个小时都可以。或者说我到了古代之后，我不一定要充电，我还可以去到新山、去到Tau、去到 Gelang Patah 都还可以。但是如果你买 Standard Range， 它就比较局限，可能你要多一个 stop 或者多半个 stop 这样子。除非你经常走长途，1个星期1次或者1个月1次的，如果1个月1次的话，根本没有必要啦 ，right？ 你就为了1个月1次，然后你要去多花这个47千啊，其实它也不便宜了啦。OK， 195,450块，299个 PS，you know， 你讲没有力也不是很没有力啦。如果你要拿来 compare to Mercedes、BMW、Audi 的电动车，这个 even 是这个 Standard Range， 它已经非常有力的车子了。这个力哦，真的是一点就来了，而且当它的力水来的时候啊，它会比 Model 3更加的可怕，因为它车身高，车身相对重啦。像这个车子如果是 EU Unladen Weight 都是在2000公斤以下，那 Model 3 even 是 Long Range 的哈，都不到1900公斤 ，right？ 所以重是肯定重的，因为那 SUV 车身这么高这么大，然后轮胎又比较大，因为这个19寸 Model 3是这个19或者20 Model 3是18、19。Performance 是20寸这样子。但第3个呢，就是我自己非常在意的，而且我不能够怎么讲，我久不能释怀啊。就是讲说现在这个 Standard Range 的 Model Y 啊，它只有9个 speakers，right？ 然后那个 Long Range 呢有15+1，就是15个 speakers 加一个 subwoofer。它好像惩罚你不要花这个47000块，因为我自己的 Model 3也是类似的音响，应该是17个 speaker 还是15个。我一上来之后，我就开了几首我平时听的歌，哇，打波累懂吗？真的是打波累。你知道它的音哦，它没有 surrounding 懂吗？虽然9个 speaker 已经比很多豪华品牌的那种什么6 speakers 好很多了，这个呢，它的音只是在这边罢了。OK， 顶多到我的耳朵。可是如果是那个15个 speaker 加一个 subwoofer 的long range 的 Model Y 啊，它的音响是可以去到我的心脏，可以去到我的身体。它没有到 Burmester，它没有到 Power and Wilkie 那一种去到你的5脏6腑，每一个毛细孔都感受到那个音乐的频率、音乐的跳动。没有，但是它已经可以去到我的心脏，我已经可以感受到那个咚是那个咚的声音。So，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讲no money can't buy experience， money can buy experience， money 有钱真的是可以买到更好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当然你知道 Tesla Model Y 作为连续几年蝉联全世界最畅销的单一车型，不管是油车，不管是 Hybrid， 不管是电车，它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世界最好卖的车型。Among all， 我不是讲最好卖的电动车，我不是讲最好卖的 SUV， 我不是讲最好卖的 whatever， 总之它就是一个最好卖的车型。所以在 marketing strategy 上面，如果 Model Y 不能算成功，我不知道什么叫成功。Tesla 很精准的知道，你可以不 care 续航里程，你甚至可以不 care 驾驶模式，你也不 care 0到100加速 ，OK， 这些东西你都不在乎。但是音响这个东西，你知道，当你一个车子
隔音做到非常好的时候，双层玻璃，然后这个 Giga Press 一体式压住的东西，你把车子弄到很安静、很安静、很安静之后，你要一个很好的音响，它是一个 package 来的。所以当 Model Y 已经把车身的密封性、车身的静谧性做到顶呱呱、做到一流的时候，然后你又没有一个很好的音响，你就会觉得哇，打不累了，我吞不下这口47千的气，你懂吗？就是你缺这47千吗？你缺这47万这47000块吗 ？I mean， 你都买到195千了咯 ，What's the difference of 195千450块跟200多千200多450块？你真的缺那个钱吗？呀，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啦。我是遇到一些人讲我从来不听音乐的 ，fine， 你就盖2粒眼睛啦，直接买3任就好了，因为音响对你来讲可有可无，你不是一个喜欢听歌的人，你喜欢开车的时候让一个人静一静，你喜欢静静 ，right？ 你喜欢静静的话，这样你就买这个，省回47千，去做别的事情更好。但是我前面讲的195千450块，它是 from 195千450块啊，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价位起，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如Porsche， 就如很多豪华品牌一样子，车子是可以客制化的，但是 Tesla 没有像 Porsche 这么多啦。你只可以选几样东西，打个比方，像现在的标准的颜色是 Stealth Grey， 总之像白色你要给5000块，纯黑色你要给5000块，然后标配的椅子是黑色，像我这样子选择白色的座椅要给多5000块，所以你算195千450块，如果我要买 Standard Range 啦，我至少会加多5000块把它变成白色，然后我再加多5000块把它变成是白色的座椅，白色的外观，白色的座椅就跟我的 Model 3一样，然后加了这2个东西之后呢，至于19、20寸，我个人不是很在乎啦，或者20寸美很多的很多，19寸看了很阳春，看了很高松，看了很无精打采这样子，那个20寸好看很多，但你知道吗？轮胎大1寸，不是鸡鸡小1寸啊。轮胎大1寸，续航短1寸 ，OK， 所以如果你从19去到20，你至少会扣掉一个40到50公里的 EV range，so 我觉得 range is everything。我还会要再考虑加的就是 Enhanced Autopilot，当然 Enhanced Autopilot 它有 Auto Lane Change 的功能，这台车子有啦，我不是很习惯啦，但是它那个 Auto Parking 的功能很吸引我，就是它看到有格子之后，我只需要 click。他就自己帮我摆 steering， 自己帮我 reverse， 自己帮我推到准在那个 Goda 里面，这个很吸引我。Standard mode，OK， 3、2、1 go。哇，好像 rocket 这样子，噗一声，宇宙飞船起航了。电动车就是这样咯。OK， 底盘够好，悬挂够怎么讲？悬挂够 firm 的话。就可以给到你这种无缝接轨、这种无声无息的less is more 的感觉 ，OK， 少了很多噪音，少了很多怎么讲影响人体的频率的东西，它就是直接很线性的这样子这样子去我要做一个 conclusion 了啦，我的 conclusion 就是如果现在此时此刻我想要买多一台 Model Y， 或者我要 trade in 我的 Model 3， 有没有人要买我的 Model 3？ 我的 Model 3的 mileage 不高罢了 ，One careful lady owner， service on record， service on time， 我会牺牲掉驾驶乐趣啦，因为它的临场反应就是更重的车子，车身更高的车子，更笨重的车子，当它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它的反应不会像这个比较轻、比较小的 Model 3这么灵活，所以我少了这种 agility，OK， 哇，这个 AES 现在设计到这样傻分不清楚。你知道吗？如果单纯就驾驶座啦，我坐在这个位置没有分别。我有时候我是在驾 Model 3还是驾 Model Y， 就是一个座子比较高的 Model 3。可是你一转头，哇！我刚才因为我要去后面装那个 camera 嘛，我一上去不会敲到头我没有一次上 Model 3头不会敲到的。I mean 我讲敲不是 knock 到啦，就是你要去低空飞过，懂吗？你要去好像小孩子玩那个拉一条线，你整个人要蹲着下那种，懂吗？没有一次我上 Model 3是轻松的，一次都没有。但这个车子我只要弯一点腰，
蹲下来一点点罢了，呼进去了，呼出来了，呼进去了，呼出来了这样子。然后我打开我的 boot， 早上我小孩子睡醒看到楼下有 Model Y 很兴奋，叫我爸爸我要看 boot。我一打开 boot， 哇一声，哇那个小孩子哇那个一声就是他不看到 Model 3他不会哇的，懂吗？所以Model 3它是 more on 一个人驾的车。可是如果你要载老婆，你要载孩子，真的这个车好很多。你牺牲掉一点 range， 不过你得到更多空间，更好的行车视野，你知道吗？我好看不好看，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主观的啦 ，subjective 啦。I mean，就是有些人觉得好看，有些人不好看。那我这几个月下来，我在路上看到很多 Model Y facelift， 坦白说，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好看，或者它好像没有这么耐看，或者说它好像太高调，它好像太有存在感了，懂吗？我喜欢我的车不要这么有存在感啦 ，But it's a Tesla, it's horizontal light bar, you know， 呀，就是你很难不被人家注意到，不管在白天，不管在夜晚，你都是马路上最亮的仔，不能你不能够隐藏自己，你不能够 stealth， 我们讲 stealth mode 啊，呀，你是 stealth grey 啦 ，But 你不是 stealth mode 啦，你不能够 stealth 起来的嘛。然后另外一个题外话就是我很不习惯的就是打新的要用拨杆的。OK， 我觉得 for 99% 的人呢，他们都觉得有拨杆比较好，99.9% 啦。OK， 只有像我这样子 0.01% 的人我会 appreciate Model 3上面那个用button的滴滴哒哒那个东西，就是按这边是左，按这边是右那个东西。当然我不确定是什么因素让 Tesla 决定走回头路，就是用回拨杆，可能是法规，可能是 Euro NCAP 的限制等等，有很多的 factor 啦。But 为什么我解释我会比较 prefer 那个按的？虽然它有时候会不灵光，有时候会失灵啦，按不到这样子，因为天气太热了，它陷进去里面了。但是因为我是一个经常在换不同车子开的人，不 test car 啦 ，OK， 每一个月我至少要加5台到8台的试驾车这样子，加上我自己的车有日本车，你知道吗？有不同国家不同品牌的车子，所以当我要换车的时候，有些车子的多个在左边，有些车子的多个在右边，所以像我驾到 Ferrari 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按错把灯的，从来不会打错方向灯、打错讯号灯的，因为 Ferrari 的就是方向盘上面，左边一个把灯向左，右边一个把灯向右，左右，我从来不会乱的。那 Model 3也一样，我这边按左，这边按右。那你多个的话我就会有时两波 Q 的话，我不懂它在哪里的嘛。但好就好在 Model Y 它只有一根嘛，就在这边，它的 PNRD 那个怀档已经一样保留在荧幕里面了，所以至少我这边不会打错了。可能只有是 Model 3 车主的人才会明白我在讲什么啦，这些东西，所以我放到后面了。OK， 现在塞车了，我就顺便试一下，它可以 Auto Lane Change。打个比方，我现在打右边的 signal。OK， 这个 Auto Lane Change 在 Malaysia 它很难成立的原因，就是因为 Malaysia 人会 ignore 你的 signal。照理来讲，我在德国，我打了 signal 之后，后面的车不管左边不管右边，它是不可以再提速了的，它不应该再提速，因为我已经告诉他我要过去了，所以我现在打signal，它可以帮我自动切换车道，但是因为后面的车一直不要让，或者它一直不要减速，它一直不要放慢 ，OK， 除非我打左边的signal，假设了 ，OK， 我打左边的signal， OK， 看到吗？这个切换车道的动作是他完成的，不是我完成的，但是我的手是要放在方向盘，因为这个是辅助驾驶，这个不是无人驾驶，这个不是电脑驾驶 ，OK， 它还是人在开。Right， 现在就到塞车了，所以塞车的时候 ，Autopilot 就是一个最能够减轻驾驶负担、减轻驾驶疲劳的一个东西。当然，你说在这样子的塞车 ，Tesla 的 Autopilot 有没有比那种 Lexus、BMW、Mercedes、Audi 的自动驾驶好很多？我不觉得有啦。因为 Tesla 的 full potential， 它的真正实力就是在于完全的自动驾驶 full self driving。所以如果 full self driving 在法规不能够 unlock， 基本上你不需要因为为了要有这样子的自动驾驶而买 Tesla 啦。你可以给16000块去买 Enhanced Autopilot 配套，或者给32000块去买 full self driving 的。但是你不一定能够用到全部的功能，它给你买，只是给你一个准备 ，right， 就是你买，等到法规开通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了，所以你有
但是你不能用 ，OK， 这个我必须要再三的解释清楚 ，OK， 因为很多车主会觉得他卖你就是代表你可以用，不是你，所以希望今天这支影片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参考，这样子，我是戴主义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就这样看，塞什么啊？这边塞一点点，现在几点了？好了。刚才从石棒回家的途中，我经过嘎木纳克法，我就弯进来这边用这个 DC 快充。然后出乎我意料的就是啊，它过了 80% 之后，它依旧可以维持100 kW DC 以上的速度。而那个 long range 的 NMC 3元锂电池呢，通常过了80，它就会一直下到可能50 kW 或者40 kW。或者更慢，因为 LFP 电池呢，其实在快速充电的时候，它的电池比较不容易过热，所以如果同样是80到100 ，LFP 反而会比 NMC 充得更快，因为它更加不容易发热，它的电流相对平稳。但是当我充到 99% 的时候，系统就显示 calibrating， 然后这一个 calibrating 呢，就直接用了我20分钟。你可以想象吗？当你充到 99% 的时候，差那个1% 居然要充20分钟。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 LFP 磷酸铁锂电池呢，它必须每一次需要充到 100% 来重新校对，确保它不会虚电，它不会掉电。什么叫虚电啊？就是讲说可能系统告诉你只有20%，实际上你只剩下10%。然后你会突然间用下，5% 不见掉了。所以 LFP 呢，它会有隐藏这样子的一个大家看不到的，也不能说是缺点，因为 NMC 也不完全是优点。但是如果你要选择单马达 LFP 的电池，它就惩罚你只可以用9个 speakers， 所以你一定要买到 NMC battery dual motor 的，才可以享受15个 speakers 加1个 subwoofer。所以我觉得 range 我没有问题 ，power 我没有问题 ，even charging speed 我没有问题，因为它可以充到100。NMC 充到 80%， 但是我一开歌完蛋，我就觉得我为什么我要省这个47000块？所以到最后我还是没有一个结论。如果今天我要买 Model Y， 我到底要买 Standard Range 的还是 Long Range All-Wheel Drive 的？所以就看有没有人要买我的 Model 3了啦。Let's go，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去图案看。